人就是，今天看自己，有时候对着镜子会觉得有一点陌生，或者人会经常改变自己的形象。就是我觉得形象可能它不是那么确定的，所以说画那个自画像，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。如果这个形象我觉得它那么的固化，可能就没意思。照镜子特别像那个提醒自己啊，人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的那种需要关照自己的诉求。我理想状态肯定不是这样。我理想状态就是，有一个在一个山洞里面，然后去那个修行，然后能够就是没有在世间的这种时间的业力。之所以现在没有这个状态，就是因为可能那不适合我吧。其实我觉得我是特别传统的那种画画，别人觉得我可能画的没那么传统。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传统呢？一个是我都是画一些写生的，就是眼睛看到的，几乎不会根据一个照片去画。然后我画的都是我周围的这些，就绘画的基本的静物啊，还有肖像这些东西。除了自己，就你刚才说的自画像，还有一些水果，还有一些风景，也就这些东西。看待不管是人还是静物的时候，不太相信那个就是照相机里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眼睛里。其实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个苹果，它上面的黄色和红色的渐变是特别的丰富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一个慢速摄像机，可能你感觉是一瞬间，其实这里边有随机很大量的那种信息。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写实，我只能提取那些我能够抓到的，就是赶紧把它抓住的那些信息，所以就显得好像没那么写实。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很想去写实，因为我觉得绘画是不可能画出那个自然还有生命的那么漂亮、那么美的东西。绘画只是去证明和那个追赶。就有一天我在山里上厕所，就在地上尿尿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人，直接喊出我的名字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就是洋洋啊？”我说：“对呀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晚上来我家吃面条吧。”然后我去他家吃面条，反正他就教我捡石头，因为在那个莲花生当时在西藏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从印度来的嘛，密乘的佛教是因为莲花生才开始建立起来的。其实他知道那个佛法到后面也不说灭亡，就会特别的不昌盛，他就把一些东西藏在虚空里，叫浮躁；也有就是藏在石头里，有的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有的可能是在人的身体里。反正他就让我去捡石头，我也觉得这个石头里面有这些东西。其实是一种贪，就像我们喜欢首饰一样，它好看，而且它有意义，它有寓意，所以老想拥有它。你想拥有那份好的寓意，所以就是要忍受吧，就等待那个真的想画的时候再画吧。就是平时更多的时间总是不是浪费的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去，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，可能不是自己意识到自己在吸收，就等到那一刻来了，你知道你前面你可能没做，或你所做的都是为了现在就开始了准备的吧，画画也一样。